Alright， 大家好，我现在人在法国南部的尼斯来出席 Leapmotor B10 的国际媒体试驾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法国南部啦。那相比较马来西亚人比较熟知的 Leapmotor C10， 这个 Leapmotor B10 就是一个尺寸比较小的Leapmotor 电动 SUV。然后现在在我身旁这边有超过35台，是准备给各国的媒体去进行这个公路试驾跟测试等等。那在我正式试驾这个 Leapmotor B10 之前，可能大家会好奇为什么会在法国，为什么会在欧洲来试驾这个车子。那其实呢 Stellantis 集团也就是拥有Maserati、Fiat、Alfa Romeo、Peugeot 等品牌的 Stellantis 集团，它拥有 Leapmotor 20% 的股份，然后 Leapmotor International 就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是 Stellantis 51%，Leapmotor 49%， 所以 Leapmotor International 还是由 Stellantis 来主导它的所有的产品的 product planning 啊，它的布局还有整个media content 等等都是由他们来提供的。那如果你熟悉欧洲车牌的标准，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欧盟的 logo， 然后 I 就代表 Italy。如果是 F 就代表法国 ，D Deutschland 代表德国，以前英国还在欧盟的时候就是 GB Great Britain。那据我所知呢，马来西亚的 Leapmotor C10 是用20寸，可是 B10 呢不是19而是18，就是小了2寸。然后现场大部分的 B10 都是采用玲珑的 Sport Master 轮胎，那尺寸就有意思了，因为它前面是225/50R18，后面是235/50R18，也就是说后面的胎宽是比前面的轮胎宽的，这是一般用于这种后轮驱动的车子会有的 setup。 B10 啊，因为名字会让人混淆，你知道吗？为什么叫 B10？ 它是 B segment SUV 吗？其实不是啊，因为中国的 B 级跟 C 级跟欧盟的标准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这边讲到的 B10 它其实是相当于 C segment SUV， 那 C10 呢是 D segment SUV 的尺寸，所以 C10 不是 C segment SUV，B10 也不是 B segment SUV， 这个是在中国跟海外市场的这个不同的命名方式啦。Alright， 我们现在已经把 Leapmotor B10 开上了法国南部的这个高速公路了，刚刚出道。所以我们试驾的这一台 Leapmotor B10 呢，它用的是大电池，也就是 Pro Max， 它有67 kWh 的电池，续航力是 up to 434公里 WLTP。所以动力的话，不管是这个56 kWh 还是67 kWh 的电池，它的马力扭力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后置后马达，有218 PS、240 Nm， 0到 107.5 秒，极速170 km/h。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简单。那悬挂系统的话，前面是用 McPherson， 后面是 Multi-Link， 所以对于一台 C segment SUV 来讲，这样子的 setup 是非常的划算，因为同级别同尺寸的 C segment SUV 都在60 kWh 的电池，像是 BYD Atto 3跟 Geely EX5 aka Proton E-Mark 7都是60，所以在轴距都是2700多的情况下，它可以给你67 kWh 的电池。我现在要去 Midland， 就 Tomate， 给 Go。OK， 所以218 PS、240 Nm 对于一个2735 mm 轴距的电动车来讲，我觉得是刚刚好 OK， 不是说太过有力。但是如果你像我现在加90，我中段加速的时候 3、2、1 Go。OK， 你可以观察到我跟左边这台车子的距离，所以它还是能够给你很强的这个瞬间扭力，但它不是一个主打high performance 的这个电动车。我觉得在 Highway 加这台车子定这一个90、100来讲是相当的 smooth。这边的 speed limit 是130 km/h。那讲到 map 啦，因为这个跟 C10 不同的是，原厂出厂它正式交车的时候会有给你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map 就是它 native 的 map 啦，因为我们跟着大会的办的这个试驾活动，已经帮我们预设好了要踩哪一些点，要去什么地方打卡这样子啦，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个地方顺驾这样子。所以一坐上来 Leapmotor C10 的驾驶座位，我发现到它的方向盘很有意思的就是它的 instrument panel 它是 fixed 的，就是你的方向盘调上，它会跟着你的方向盘一起上下。所以怎么讲，你会觉得那个东西离你很靠近啊，它靠近到你甚至不想看它了。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的设计也跟 C10 有一点点不同啦。整个设计就怎么讲？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设计，就比较多花样，比较 young 比较泛的这种感觉，有很多的小巧思。现在这应该是一个下坡路，加速。OK， 我们可以隐约听到一些风声，因为在这个季节啊，在法国这边来讲，那个风速是蛮大的，蛮快的。那因为我试驾的这一台啊，刚才我已经 double check 了啦，它用的是玲珑轮胎，玲珑的这个 Comfort Sport 轮胎，所以我如果现在驾差不多100 km/h， 我们来听看下它的这个轮胎噪音。我觉得风声比较明显啦。因为我们在这个说明会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了这个车子啊，他说是 most European 的 Chinese car。OK， 因为他们在怎么讲，在技术调教的时候，有 Stellantis 的工程师去负责参与。那 Stellantis 的工程师，他也有可能是从 Alfa Romeo 来，他也有可能是从 Maserati 来。OK， 但是我刚才驾到现在，我觉得它的整个悬挂还是一样。偏向中国人习惯的那一种舒适感 ，OK， 就是椅子坐起来cushion很软很舒服，悬挂也很软很舒服，方向盘的转向也很软很舒服，然后 brake 也很软很舒服，所以整个东西的 setup 都不是我认识的European car 啦，它还是非常的中国车，只是说可能在方向盘的力度方面，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 system 里面去调整你的这个 steering mode， 可以去到 sport， 就有一点点那一种。怎么讲？欧洲车的感觉了啦，加速，松开油门。So Re 键的话呢，它给你 Weak、Medium 和 Strong 3个 level。所以如果我现在放 Weak 的话，尤其在这个路段，它就一直自己在走。所以如果放 Strong 的话 ，OK， 你可以明显的 feel 到我没有踩刹车啊，车子就好像已经踩了，好像25% 的这个刹车的力度这样子啦。越来越大了那个风，105 km/h。再快一点啊，我还可以更快啊 ！Go！ 是不是 Double Glaze 啊？应该不是，不是 Double Glaze。but you know C segment SUV 卖3万块欧元，在 Malaysia 应该是我看不会超过120啦，讲都100到120之间啊，那个价钱，130。因为这个 Leapmotor B10 啊，它的 top speed 是170 km/h。I mean， typical 电动车都在160、170啦，因为它只有一个 gear， 所以那个 gear 只有一个 fixed gear ratio， 所以它不会说像汽油车这样子，当你去到 high speed 的时候，它会 lower gear， 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它一个 gear 要打鼾走这么长，也会间接影响到它的续航力，所以我觉得 is OK 啦，它的comfort zone 大概就在120、130这样啦，加速。虽然它感觉上是比较小一个 size 的这个 C10 啦，但是因为它用的是 Leap 3.5 的这个平台，所以它是一个更加新，整个集成度速线更短，然后有 AI 的这个模型在里面等等，所以它是一个更加容易去操控、更加容易去拿捏的一台车子啦。OK，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离开高速公路，因为通常海外媒体试驾都不会着重在 highway， 因为 highway 很无聊嘛。跟着前面的车走，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离开 highway， 进入这个小路 ，brake， 有一点难啊，那个 brake。OK， 因为我们车上载着包括我3个成人啊，所以还是要轻松一点，那个力度脚板的力度要轻一点点这样子。现在是中午2点10分，哇，那个太阳不是开玩笑的。现在是10月中啊 ，OK， 那因为一个 C segment SUV 在 Malaysia 可能是一个中等的尺寸啊 ，I mean CRV size 这样子的 CX5 的尺寸这样子的车算是 normal， 可是，在欧洲，尤其在法国、意大利，你会觉得这种车子在欧洲还是相当 what the man？ I thought you gonna go 栏杆水。Alright。这边大部分的车子都是 B segment
hatchback 或者是再更小的这个车型这样子。所以当然我不确定Leapmotor C10 或者 C10 REEV 在欧洲这边的销量怎样，但是我相信 B10 啊，它是一个更好的敲门砖，能够让大家用更低的门槛去入手这一台 Leapmotor。因为 Leapmotor 特别像在法国到知道 Stellantis、Peugeot、DS、Citroën，在意大利的话，它有 Fiat 有这个 Maserati 等品牌的 backup 啦，所以它的销售网点等等，在欧洲这边都比较容易能够打开欧洲消费者的这个大门这样子。OK， brake suspension。OK， 我觉得 OK 啦 ，I mean 就市区行驶，它还是可以给到你这个价位给到你的这种舒适感。OK， 那重量的话，这个它是从1845公斤起，因为我们开的这个是67 kWh 的这个电池，所以你的电池比人家大，重量就自然会比人家重。当然 Leapmotor 也提供了一个小电池的，就是那个 Pro 的版本。那 Pro 的话，电池就小一点点，但是可以减轻65公斤。所以减轻65公斤又是相同的218 PS、240 Nm的话，我相信开起来会比较灵巧，因为65是等于你少载一个人这样子啦。所以，从我刚才出发，经过 Highway 城市到现在，我觉得这虽然是一台，怎么讲？它虽然是一台相比较 C10 更加适合 daily use， 更加适合 couple use， 更加适合一个单身汉用的车子，但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针对家庭来设计的车子。因为你讲它小，它也没有很小，它的后排空间是同级最大的，它的 headroom 也是同级最大的。然后你坐在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它们的空间利用率，这个得房率还是偏高的。所以整体它的调性还是偏向小家庭人士啦，可能一个孩子吧，一个吧啊，两个就要大台一点的车子了。Alright， 我们来看 Leapmotor B10 的后排空间。那在中国市场发布的时候 ，Leapmotor B10 说自己是同级卷王啊。怎么个同级卷王法呢？那首先呢，这台车子它拥有中国同级 B 级 SUV 当中最大的后排头部空间、腿部空间跟整个乘坐空间等等。因为它的轴距是2735个 mm，C10 大概是2800多，所以其实它没有比 C10 小太多，只是椅背这边就可能坐起来比较直。然后同样有这个全景式的玻璃车顶，非常的大片 ，comes with 一个遮阳帘，一个 sunroof 这样子。然后后面一个 Type A， 一个 Type C， 冷气出风口是两个独立的。然后这边打开是小抽屉这样子，然后扶手 everything 等等都有。而且我喜欢的就是它的 cushion 真的很软，就跟 C10 的一样软。然后 Leapmotor 也为 B10 提供了浅色的座椅跟深色的座椅。overall 它的座椅就是怎么讲，中国叫好而不贵啊，就是说好的东西它未必是贵的东西，在 B10 的身上就显得非常的明显。Oh my god， OK， 所以这边就可以给我们看到 port。看到一个小港口，哇，这个真的是久仰法国南部的大名。哇，这边有几个警察。OK， 现在差不多上坡路段，我们轻轻的加速。Keep rolling。OK， 路越来越窄，然后旁边有那个 cliff 啊，有那个悬崖峭壁在这边，所以还是要非常专心的。然后路上又有骑士啦，然后欧洲这边又有很多行人啊，过马路等等啊 ，motorbike 啊等等，所以因为车子的这个坐姿非常的高啊，所以你的整个行车视野相当的好。所以它这样子也无形中的就提升了你驾驶的信心，就你可以看到比较多东西，看到比较远，你知道360度周围发生些什么事情。OK，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弯道 corner。你会 feel 到那个 body roll，so like I say， 它是一个1845 kg 接近 1.9 吨的车子，所以你要 bank corner 你还是要30啊，你还是要30的后行，因为这不是一个给你拿来这样子做的。因为我知道这个 Leapmotor 在过去的车展发布了一台 hatchback， 我相信那一个可能会更加大胆的让真的达到欧洲人驾车的那一种方式的车子啦。
OK， 现在摆右左。OK， 这个加起来跟 C10 还是蛮像的，就是那一种怎么讲？你在舞动一个身形很高大、很魁梧的身躯，但是它又在你知道吗？在左右摇摆之中，给你一丝丝的这一种精准感，让你去拿捏、去抓它。然后你看，我才刚刚开的，我看不到50公里吧，路上就经过了各种情况的各种状况的这个路面的状况，它的这个柏油路的 condition 都各有不同。Alright， 因为在这边开车真的是要注意非常多东西，所以我现在就继续的开到我的下一个目的地之后，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关于这一台 Leapmotor B10。那现在就把镜头放去前面，给大家欣赏这个法国南部 Nice， 其实这边离 Nice 有点距离啊，这个是 Antibes 啊 something 这个 area 啦 ，Cannes 这个 area，so yeah， 我就继续的往前行驶，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结论。Let's move on。Alright， 现在到了我们做Leapmotor B10 结论的时候，那刚才一路出发，就从酒店经过了高速公路、小路、乡间小路，来到这个中途的休息站。那我发现这一台 Leapmotor B10 啊，它的整个乘坐感是相当的舒适，即便在你怎么讲颠簸过一些墩的时候，车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然后这个玲珑轮胎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不好啦 ，overall 它还是相当的安静、相当的舒服的一款轮胎。雨天就要等我们去马来西亚我们才知道。那另外空间也相当的 OK， 后排空间、行李箱空间等等。当然我最喜欢这台车子的地方就是啊，它其实在让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它的 weight distribution 因为有50-50的前后比重分配，它是后马达后轮驱动，所以你开的越久，你就会越 appreciate 说它这个后马达后轮驱动的这个特性。当然，我觉得218 PS 240 Nm 还是稍显不足，因为怎么讲，这是一个2735mm 的车子，我觉得这个动力真的是刚刚好而已。你要 extra 的就有一点勉强去 push 它啦。把 overall 车是一个很好的 package， 首先就是在相同价位，可能100到120千，它给你67 kWh， 凹度434公里 WLTP。重点就是不管你买到小电池、大电池，它都支援11 kW 的 AC 慢充，而不是像其他人可能给你6，可能给你7个 kW， 它给你11 kW 的three phase 的这个 AC charging， 然后快充也可以去到163 kW 的 DC， 所以就充电速度、车厢空间大小跟后轮驱动的这个硬体上的优势啊，还不要讲它的软体啦，软体也是相当的优秀，让这个 Leapmotor B10 这个即将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的 Leapmotor B10 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印象，可以让消费者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是在主意预知更多详情，我们就期待这款 Leapmotor B10 来到我们的一些市场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看它更详细的规格跟细节等等。所以我是在主意，我们下期影片见，安卡。